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日本央行正在为持续加息时代设定条件，因其宣布在与通缩的长期斗争中获胜。该央行认为日本社会规范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为其目标制定了新的叙述，即转向以短期利率为目标的更为传统的政策。下一条，波音公司考虑前 Rockwell Collins 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接任下一任首席执行官。奥特伯格与 Spirit AeroSystems 首席执行官帕特·沙纳汉和波音首席运营官斯蒂芬妮·波普一起成为候选人。接下来这条，亚股在日本、美国和英国央行决策周来临前有望上涨，同时还有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财报发布，让我们关注。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等主要央行将相继召开会议。市场关注焦点在于日本央行是否加息，以及美联储、英国央行降息的时点和幅度。让我们关注。亚洲股市周一反弹，本周将迎来多家公司财报和3大央行会议。美国和英国可能放松政策，而日本可能会加息以迈向正常化。接下来这条，韩国财政部将为因电商平台付款延迟而陷入困境的小企业提供至少5600亿韩元 4.0455 亿美元流动性支持。让我们关注。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股价将上涨 9%， 因2个子公司的个别债权人向当地法院申请破产和重组。下面这条，日元对美元小幅下跌。此前日元对美元触及12周高点，股市反弹削弱了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需求。进入上周末，大量持有的日元空头头寸的冲销似乎已经结束了。交易员现在关注日本和美国央行将于周3做出的决定，以获得进一步指引。下面这条，日产、本田和三菱汽车考虑结盟标准化汽车软件，三菱汽车股价上涨超过 6%。 接下来，香港法院推迟了对佳兆业集团清算申请的听证会至2025年1月20日，为正试图敲定离岸债务重组计划的陷入困境的中国开发商提供了喘息时间。下面这条，受华尔街涨势推动，亚股周一上涨，迎接央行重大决议和科技巨头财报发布的一周。让我们关注。新加坡对冲基金公司 Keystone Investors 成立2年，资产规模已超过26亿美元，决定不再接受新资金。首席投资官刘轩拥有丰富的多名经理公司经验。Keystone 擅长交易亚洲主题，特别是中国。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仍是 Keystone 的最大市场。接下来这条，亚洲股市在美日央行政策会议召开前上涨。此前华尔街涨势喜人，结束了动荡的一周。美国期货和油价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 2.5% 至 38,587.87 点。本周亚洲市场的焦点将是日本央行周3的货币政策会议。投资者普遍预计该央行将关键利率从接近0的水平上调至可能高达 0.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将于周3结束其政策会议，预计将维持其基准利率不变，但它可能会进一步支持9月份降息。本周还将在周5公布美国就业数据。下一条，受中国经济数据积极提振，油价稳于6周低位，缓解了对全球最大进口国需求的担忧。本周 OPEC 加将举行监测会议。最后一条，阿联酋首次发放彩票执照，或为合法化赌场和游戏迈出第一步。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